据说印度教里最著名的3个神灵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创造者梵天、维护者毗湿奴以及毁灭者湿婆。这3个神灵点出了权力的本质，能让你生，也能让你活，还能让你死。这也是安娜权力游戏的底层策略，2个字：捧和杀。它能让你上桌，也能让你出局，能让你爆红，也能让你凉凉。艺术家最怕的就是这个，特别怕捧杀。大家好，这里是天才女友，我是天才 G， 这是我们浓缩的传记视频系列《女魔头的权力的游戏》最终篇。前2篇我们讲了安娜低开高走的人生，不对，高开低走再高走的人生，以及她在登上全球最权威的时尚杂志 Vogue 主编宝座后，如何大刀阔斧、大开杀戒、大胆创新的将 Vogue 推上了时尚名利场的顶端的。那这一期我们就来说说本视频系列的核心主题了。站在金字塔尖的爱发女 Anna Wintour 是如何玩转她的权力游戏的。毕竟比起他们呼风唤雨的威风，我们更想了解的是这些牛人是如何像八爪鱼一样编织自己的权力版图的，并且一旦获得权力就像鳄鱼一样牢牢咬住不放手的。 Chapter 6 印度3神明。我们先说安娜捧人的能力。在安娜传记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安娜和设计组合 Prenda Schooler 的故事。它充分展示了安娜是怎么把自己欣赏的设计师一手提拔起来的。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当时还在 Parsons 念书的 Prenda Schooler 创始人 Lázaro Hernández 有一次和妈妈一起旅行，在机场看到安娜就激动地和妈妈说，这个就是那个著名的 Anna Wintour 啊。他妈妈当机立断跟他说，你得去认识她一下。上了飞机之后， Hernández 鼓起勇气到头等舱找安娜。当时安娜依旧戴着她标志性的大墨镜， Hernández 在她面前做了一堆打招呼的动作和言语，甚至轻轻碰了碰她胳膊，安娜都没有任何反应。你们觉得安娜是真的睡眠这么好吗？ Hernández 没有退却，他灵机一动，用餐巾纸写了一个便条留在安娜座位上。这个便条精彩了啊！我要特意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便条，供大家来作为以后搭讪大佬的样本文案学习。觉得有用的话，大家一定要转发给身边有同样需求的小伙伴哦。他说 I promised my mom I would talk to you. I'm a student at Parsons. I'm not looking for anything, but I want to work for free. I want to be an intern. I want to learn about the industry. And I know that you can probably open a door for me. 首先，我答应了我妈妈一定要来跟你打声招呼。一个轻描淡写但又有些幽默感的开头，瞬间拉近了双方的关系。接下来介绍自己是 Parsons 的在读学生，这不仅是自我介绍，也激发了大佬栽培下一代名校青年的责任心。然后一句我没有想要向你要任何特别的东西，表明自己的诉求很单纯，从而让大佬放下戒心。接下来马上奉上自己的价值，提供免费劳动力的实习生。然后最后一句请求说的既抬高对方，又不显得自己过分谦卑，还留下了未来保持联系的开放性。英语不到4级都能看懂吧？但这个情商水平啊，你们说多少级？你们猜安娜对这条留言的反应是什么？她一下飞机就把 Hernández 介绍给了 Michael Kors 去实习。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Hernández 和合伙人 Jack McCullough 一起创办了时装品牌 Prenda Schooler， 并于2004年获得了 Vogue CFDA 大奖。之后在每一个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都会问安娜的意见再行动。他们如今已经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一线设计师品牌了。怎么样，女魔头看起来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以接近呢？像安娜这样有领导力的大佬都会很喜欢有才华、大胆且有个性的人。那如果你是 Hernández， 你有勇气走到头等舱去找安娜说话吗？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勇气，不过我曾经用同样的方法撬开过一个奢侈品公司的实习，对方不仅给我提供了不错的薪水，甚至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包了我实习期间几个月的住宿，还是在一个5星级酒店。所以我觉得当你对某个行业特别感兴趣，想要一个实习机会时，大胆尝试一下毛遂自荐，说不定会有惊喜。如果你都不许愿，怎么会梦想成真呢？那我们说回印度3神明，你们猜这3神灵中谁的能量最大？没错，就是掌管毁灭的湿婆。捧杀捧杀，所有人最怕的就是杀。魔头最擅长利用的就是别人的恐惧。能让你死这件事儿，比能让你生更能塑造拥有权力者的权威。前面看完了安娜捧人的例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个安娜杀人的例子。安娜曾经非常支持过一位马来西亚设计师 Zong Toy。
从 Toy 的第1季设计开始，安娜就很看好他，还给了他一系列在 Vogue 上的报道，并且每次在 Toy 的时装秀之前都会抽出时间来单独看他的作品。他对 Toy 的支持，比起对前面的 Hernandez 的支持，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好景不长，有一次 Toy 在自己的个展前，为了芭莎杂志放了 Vogue 编辑的鸽子，并且没有听取 Vogue 编辑给他留的设计上的意见。自此之后，安娜再也没有出席过 Toy 的任何秀场， Vogue 也再也没有报道过她。得罪了女魔头， Toy 的品牌慢慢被边缘化。据记者报道，最后一次安娜和 Toy 在公开场合见面时，安娜盯着 Toy 的眼睛整整2分钟，一句话没说，然后走开了。这就是现实中的美杜莎吧。就像对于以前的帝王来说，有没有能力单说，他们最看重的因素之一永远是忠诚。在安娜这儿，一旦她发现你不够忠诚，你就凉透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有关权力的教育可能也是他父亲祖传的，毕竟在2代的教育里，这种有关权力的规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家教之一，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人会教我们的。为什么我说这可能来自于家教？因为在安娜职业生涯早期，她就早已表现出对于权力的敏感。早在她还在纽约杂志负责时装板块时，她就开始逐渐应用这种毁灭的权利。当时安娜虽然经费紧张，但仍然会毫不眨眼地砍掉一些花了几万美元拍的大片或者是稿件，就是为了让编辑们看清楚谁在掌握他们作品的生杀大权。 Vogue is Anna's magazine. That's who signs it off. We know that. And is it fair to say that Anna is the high priestess of all of this? I would say Pope. 教皇，我真想说安娜有点像教父，看来还是说小了。在9月刊里，我们也看到，即使是对 Grace Coddington 这样的左膀右臂，安娜在毙掉她的作品时也是毫不留情。 Now I'm in a really foul mood because they've killed another spread of my 20s story. And they're about to kill another one. You just sit here and everything is killed. It's like incredibly boring. Grace 其实自己也知道，这样的抱怨也就是抱怨而已，因为安娜绝对不是一个因为听你抱怨就会妥协的老板。当别人质疑安娜的领导风格是一言堂的时候，安娜也会坚决地明说 It's not a democracy. It's a group of people coming together and presenting ideas from which I pick what I think is the best mix for each particular issue. But in the end, the final decision has to be mine. The final decision has to be mine. 最终决定的人必须是我。这就是老板们永远不会跟你明说的后悔舍了。我能捧你，也能杀你。重要的是，无论捧杀，决定权都在我。那在这样的捧杀哲学下， Anna Wintour 是如何搭建她的权力网络的呢？ Chapter 7 阿尔法女的权力的游戏。让我们先来看看女魔头的权力网络图。这是2011年《华尔街日报》在一篇名叫 Anna Wintour 的生意经的专题中绘制出来的安娜的权力版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魔头除了在时尚圈主场人脉无人可敌以外，在艺术圈、体育圈、音乐圈、影视圈以及商界、政界甚至餐饮界都有很多自己人。而培养自己人也是时尚行业的很多主编，或者说几乎是所有行业大佬们的用人之道。这也是女魔头在权力觉醒后下的最重要的一盘棋。那哪些算是她的自己人呢？时尚圈就不说了，从老佛爷、海盗爷到 Miuccia Prada， 多少爷多少姐，哪一个不是安娜与生与共的联盟军和子弟兵啊？可以这么说，从 Louis Vuitton 到迪奥到 Gucci， 全球顶级时尚品牌的设计师选谁不选谁，大多都有安娜参谋或者推荐。比如鬼才设计师 John Galliano 在早年因为设计过于前卫，起步艰难，是安娜在 Vogue 上为他背书，让他在90年代中期找到了融资做品牌，之后又把他推荐给纪梵希当设计总监，几年后又推荐给了迪奥，甚至在 Galliano 出丑闻的危机之后，安娜还帮他搞定了在 Margiela 的工作。可以说，对于有才华且有忠诚度的自己人，安娜是不离不弃了。除了品牌换设计师一定会来问安娜意见，当品牌遇到重大决策或者经营困难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来找她咨询。可以说，安娜一个人就成了一个精品咨询公司，一个人就堪称时尚行业的麦肯锡。我们在 Met Gala 的金钱游戏那期视频里非常详细的讲过，安娜是如何将 Met Gala 一手经营成堪比奥斯卡的时尚盛会的，而且让每一张入场券都成为了像杂志内页一样可以换钱的广告位。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复习一下，安娜是如何解锁了 Met Gala 这个新游戏，为自己创造了更多可以用来利益交换的筹码的。有了更多的筹码，自然就有了更多的伙伴。好莱坞大佬 Harvey Weinstein 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哈维需要 Vogue 来炒作主演明星，为他的电影宣传助力，而安娜需要影视圈的钱和资源，拍出吸引眼球的杂志大片。这个联盟绝对是双赢。当然，在 Weinstein 作为 Me Too 运动的头号肇事者被曝光之后，安娜也迅速终止了和他的生意来往。搞定了时尚界、商界、影视界之后，要想在美国有终极影响力，你们觉得还有哪个圈子是绕不开的？没错，那就是政界。在安娜之前，没有一个 Vogue 主编在政治上有如此大的参与度，她也因此赢得了一些重要的伙伴。奥巴马竞选时，安娜在家里为他筹办了募捐晚宴。Michelle 奥巴马还参加了由安娜策划的 Met Gala 的剪彩仪式。Michelle 还公开说 I'm here today because of Anna. 我做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安娜。可见安娜和前总统夫妇的关系有多铁。而希拉里竞选时，安娜更是史无前例地拿出了封面和专题报道来支持，并且顺势提出女人不仅要美丽，还要有头脑的主张。那么你可能想问了，一本时尚杂志的主编如何能够把政界大佬的关系处得这么好？除了 Vogue 这一本精英杂志的影响力以外，安娜敏锐地抓住了政界大佬的另一个需求点，打造个人形象。毕竟这些公众人物经常要抛头露面，个人造型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需求点，安娜当年主动和希拉里表示 Vogue 可以帮助她治妆，从而和希拉里建立了进一步的关系。而这些都是安娜有计划、有策略的经营的。就这样，安娜用手中的媒体影响力和封面的曝光度，巧妙地进行着利益的交换，很快建立了横跨各界、盖着自己的戳的资源网络。而权力2个字也成了 Anna Wintour 的代名词。最后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安娜权力游戏的策略，你们可以把本条视频收藏一下，10年后再拿出来看看有什么新的感悟。一条龙服务，培养自己人。当然，培养的前提是对方才华横溢和知恩图报，2个条件缺一不可。一旦发现这样的人才，就早期下注，绝不吝啬投入。2，在行业上下游建立相互扶持的共生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3，兔子不只吃窝边草，要走出自己的行业，跨界和大佬建立深度利益绑定，才能让自己的权力版图越滚越大。就像安娜和好莱坞的合作。4，怎么勾搭对你没有需求的人呢？为他们创造需求，比如安娜对希拉里等政界人士就是这么做的。5，不断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权力游戏筹码，比如开拓像 Met Gala 这样的新玩法。怎么样，你们学废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打工人做到没有天花板的 Anna Wintour。你们想不想知道上帝为她关上了哪扇门呢？ Chapter 8， 权力 A-B 面。2018年，英国女王首次出现在伦敦时装周上时，所有人都好奇她和坐在身边的 Anna Wintour 在窃窃私语聊什么。后来安娜告诉记者，女王当时对她说：“亲爱的，我们竟然都工作了那么长时间。”这真是2个世纪劳模的惺惺相惜啊！如今72岁的安娜已经在 Vogue 主编的位置上统治了34年了。不仅如此，在经济寒冬的2020年，在全世界都在失业的时候，安娜还升职了。Condé Nast 任命她为 Chief Content Officer， 首席内容官 CCO。老东家为了给安娜持续的激励，真是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岗位啊！而这个 CCO 的职责呢，权职范围又扩大了一层，他需要统管世界各国版本的 Vogue， 甚至还要管包括纽约客在内的 Condé Nast 的各种刊物。模范老员工安娜可谓是做到了打工人的顶峰。如果你能看到这里，这个长篇系列的最后，说明你和我一样，不仅对安娜的光环好奇，更被她人性的复杂所吸引。我们老祖宗说了，任何事情都有2面，英语中也有对应的说法 Everything comes with a price。 那么权力背后，女魔头 Anna Wintour 牺牲了什么呢？换句话说，上帝到底为她关上了哪扇门呢？首先，站在金字塔顶端，你要承受大概率会发生的事儿，那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的背叛。前几年国际时尚圈有个大瓜，安娜几十年来的左膀右臂 Tally 离开了 Vogue 并出了一本自传，自传里她说安娜缺乏最基本的人性。 What does Anna owe you? She owes me kindness and simple grace and being decent when things go south. I think my relationship is in an iceberg with her. 这话从 Tally 嘴里说出来，如同一声惊雷，因为圈内人都知道，一直以来 Tally 是安娜最信赖的人。Tally 是 Vogue 美国版的前创意总监，他是安娜的造型师，也是据说唯一见过安娜裸体且非男友的男性。安娜对他的偏爱甚至达到了让其他同事觉得不公平的程度，比如他一直给 Tally 报销奢侈的差旅和经费，推荐他给奥巴马夫妇做造型，甚至还帮他申请无息贷款买房等等，可以说是从生活到工作一手帮他包办。连 CBS 主持人在采访现场都忍不住说
But you say about Anna Wintour, she is not capable of simple human kindness, yet you call this a love letter to Anna Wintour. And I looked at that, Andre, and I went, love letter? If that's your idea of a love letter, I'm thinking I don't want you to like me at all. How do you explain that? I thought that this must be very painful for her to read. Seriously. 你们觉得这是背叛吗？从 Tally 的角度，他也许还觉得是安娜背叛了他。据说他从 Vogue 离开是因为安娜没有兑现给他的承诺。安娜曾经答应 Tally 让他担任某一届 Met Gala 的联合主席，而据说后来却换成了某个更有知名度的网红。安娜从来没有回应过 Tally 对自己的评价，也没有公开说过 Tally 一句不好。前面我们说过，像 Anna Wintour 这样的大佬，最看重的特点之一就是忠诚。然而忠诚可能也是所有身居高位的领导者们在下属身上最难获得的东西之一了。无论两人之间发生的是什么，但被自己几十年来最信任的人说自己没有人性，女魔头的心也是会疼的吧。2. 互相伤害。我们的女魔头前2篇发完之后，你们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女魔头的感情问题。在这件事上，安娜也确实经历了一些伤害，不对，应该是互相伤害。安娜的第一次婚姻持续了16年，她的丈夫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儿童心理医生，名叫 David Schaefer， 不算英俊，比安娜大15岁。Schaefer 给安娜提供了足够的稳定和支持，最难得的是，他也是一个对时尚和文化非常有兴趣的人。据说他每天晚上都会和安娜一起审阅 Vogue 的样书，安娜也经常参考他的意见。我不禁感叹，原来牛人不管到了什么年龄，约会的方式都是一起上自习呀。然而这段婚姻还是走到了尽头，而且是以安娜背叛为结束的。1999年前后，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安娜开始全面权力意识觉醒的那几年，安娜和 Schaefer 离了婚，转而和在政商两界都极具影响力的 Brian 在一起了。Brian 也为此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安娜和 Brian 由此成为了纽约最具权势的情侣。我非常喜欢他俩在网球场上的这张合影，单纯从摄影角度喜欢哈。安娜和 Brian 第一次作为情侣的公开亮相，还是在备受瞩目的 Met Gala 上。然而当时据说 Brian 却提前离场了。Tally 随后看到安娜靠在墙边独自落泪，当时还没和安娜闹掰的 Tally 说，让安娜在这么重要的场合落泪 ，Brian 做得太过分了。2020年，在和 Brian 一起20年后，他俩分手了。安娜的最新绯闻男友是和她同龄的72岁的英国演员 Bill Nye。婚姻和感情对安娜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想，这些应该都不是安娜人生的重点吧？你们觉得呢？3. 孤单。安娜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好，后来还离婚了，这给年轻的安娜带来了不少的伤害。安娜说她从小在家里就像一个 black sheep 一样不合时宜，内向害羞，她总是藏在自己的饽饽头后面低头走路。要知道她爸爸是搞新闻的，她妈妈是做公益的，她的哥哥姐姐不是做公益就是从政，而且都是牛津剑桥等级的学霸，而家里只有她是搞时尚的。兄弟姐妹多少有点瞧不上高中辍学喜欢时尚的安娜。 My older brother is in charge of finding lower income housing in London for people that need it, and my sister's very involved in supporting farmers' rights in Latin America. My younger brother is a political editor of The Guardian and very successful, very brilliant. And no, my two brothers and my sister, I think they're very amused by what I do. They're amused. So. 明明自己的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了，但安娜做的事儿，在自己兄弟姐妹看起来还是觉得很好笑。很少表露感情的安娜在说这话时候的那种 emo， 是不是隔着屏幕你都能看出来？4. 攻击。我们老祖宗说，刚则剧院。安娜和她父亲如出一辙的精英化、强势、冷酷的工作风格，以及身处权力巅峰的位置，使她成为了很多人的攻击对象。除了我们前面说的一系列公开指责她的人以外，无论是动物保护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还是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平权运动，都视安娜为敌人。有一次，动物保护主义者甚至将动物的尸体扔向安娜，当时的情况相当危险。然而，依旧让安娜对于他们的抗议无动于衷，继续在 Vogue 上用皮草做造型。背叛、伤害、孤独、攻击，这些都是争夺权力不可避免的代价，而承受这些权力带来的避免，需要非同寻常的心理。难怪有人说，金字塔顶端没有凡人。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穿 Prada 的恶魔这个电影里的这个经典桥段 This isn't what I want. I mean, what if I don't want to live the way you live? Oh, don't be ridiculous, Andrea. Everybody wants this. Everybody wants to be us.《女魔头》的助理 Andy 看到了呼风唤雨的老板在真实生活中的辛酸和落寞，最终选择了离开这个行业。不过那只是电影，现实生活中，你愿意为了得到权力的 A 面而承受它的 B 面吗？我想起几年前在一个类似的场景里，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几乎要将我吞噬的空虚感，于是我走进了主编办公室，人生第一次提出辞职。整个过程只花了10分钟。走出主编办公室后，我出奇的平静，好像这是你人生中注定的一个瞬间一样。当然我知道那个世界缺了任何人都会继续转的，只是你决定不再围着它转了。好了，到这里我们关于爱法女 Anna Wintour 的8个篇章的传记系列内容终于要结束了，明总的肝儿终于可以歇歇了。你们看够了吗？在这3篇视频的8章里，我们呈现了安娜从拼爹到登上时尚圈权力顶峰的全过程。当然我想补充的一点是，除了个人的能力超群，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任何人崛起背后更大层面的社会背景。所谓超人都是乘风飞行， Anna Wintour 的崛起也是乘着美国文化全球化以及好莱坞影响力崛起的这股时代的浪潮起来的。安娜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她个人的底层驱动力和时代潮水的走向共同推动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是 Anna Wintour 的时代，不如说她是这个时代的 Anna Wintour。安娜说自己完全不想写回忆录，因为她总是会厌倦当下的自己，她希望永远向前。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想起了业内的一位前老板，他说自己像一个没有脚的鸟，只能一直往前飞，无法停下来。也是他的这种一直往前的热情感染了我，让我充满热情和干劲的努力了很多年，直到找到新的意义和方向。好了，在本系列长篇巨制的最后，再分享安娜非常打动过我的一句话。 It is to own your decisions and to own who you are, but without apology. 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对自己负责，但不用对任何人说抱歉。安娜用自己的人生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脚。好啦，如果这一个系列对你有收获的话，别忘了为我投个币哦。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